Hello，大家，这里是奶茶访谈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拍摄，还是会有些稚嫩，请见谅。闲言少叙，本期的采访嘉宾是呼和哈黑女士，她自诩天选之女，锦鲤附身。今天我们来到她家，来探寻她是如何走上人生巅峰的。赢！我觉得我是个人生赢家，这个可能别人看起来你有没有赚钱怎么，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。而我的标准呢，我爸爸妈妈觉得我是个骄傲的女儿，说我孝顺啊，我老公说我是个很棒的老婆，我儿子也是觉得我是个最棒的妈妈。那我自己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赢家。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忽略掉自己的感受的，就比如说我以前我总是想去迎合别人，别人觉得怎么样是幸福，我要按照他们的幸福去证明我是幸福的，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东西。我自己觉得我开心就是开心，我自己觉得幸福就是幸福。我是一个少数民族朝鲜族，住的那个地方呢是在山里面，从小我们就是自给自足比较多，没有什么商店，有赶集，每天的生活就是和外婆一起上山采野菜呀，采蘑菇啊。我到小学可能3、4年级吧，才开始接触汉语，但是我们那个地方还是说朝鲜语比较多吧。到高中为止都是朝鲜族学校，都是封闭式的这样的管理。后来上大学呢，就是去的是三亚。我自己觉得我是农村出身嘛，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比较肤浅，什么都是钱钱钱，就是想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啊，然后想赚大钱呀这样子。大学期间我有在海鲜城端过盘子啊，有卖过户外用品，也摆地摊卖衣服啊这样子。但之后有个契机，就是可以去美国就当交换生4个月。这个时候我已经在三亚有店面了，然后也卖衣服，就是赚了一些钱，所以我就果断拿这个钱去美国，就做了这个交换生。刚好就之前我有办护照的经历，我就去上了。大学这个卖衣服的工作一开始是怎么想到的？刚开始就是从广州进货，然后在学校摆摊，然后再后来呢，就是有跟店面合作，就是分成，我给他进供货，然后5分他给我5，我给他5，然后这样子。然后再后来我就自己开了一家店，就是再往后就第2家店、第3家店这样子。很成功啊！那这个生意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琢磨的吗？对，我自己做的。那很厉害了。然后对，那个时候在大学就赚了一点钱，当时就是想法很简单，我觉得赚了钱就要去炫耀，就要去装逼，所以我当时我就赚了钱就去买车啊，然后到处去玩了。别人都在读书，我已经去了很多国家了，去过法国啊、意大利、柬埔寨、泰国、日本。去美国的那一次呢，就是攒了一点钱，然后东凑凑西凑凑，也跟奶奶借了点钱，然后凑了这个钱去的美国，待了4个月。当然什么都没学，就是光玩了。当后面我认识了一个就是渣男前男友吧，就这个经历之后呢，我才慢慢安静下来，想了一下我到底是想要什么。他算是一个富二代吧。去法国呢，我也是用的他的信用卡，因为我发现他同时谈好几个女朋友，我就拿着他的信用卡去法国玩了一趟回来。再后来呢，就是我为什么会来加拿大呢？是因为他是有加拿大国籍的，就给我办了这个加拿大签证。签下来之后呢，我想，哎呦，有加拿大签证了，不要浪费嘛。虽然已经分手了啊。已经分手了，早就分手了。来加拿大玩一趟，不是为了来找他的。不是的，就是过来玩。我觉得签证不要浪费，当时就带了2000块钱人民币就落到温哥华。跟这个现在的老公呢，我跟他是微信附近人认识的，在一起大概20天就果断结婚了。说好听一点是因为信任他吧，但是我就说难听一点就是上头了。我也没有觉得他是对的人呐，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当时我也有担心来加拿大跟他结婚无亲无故，他家暴我怎么办？他揍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跑啊？
我好像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不怕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吧。但是你之前在国内就是有自己的事业，这个应该还是有一定积蓄的。事业在大学毕业之后，其实就没有再做了。有一点我很好奇，所以你们两个当时都是中国国籍，在加拿大领的是加拿大结婚证吗？对的，这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？我们在网上 Google 找了一个牧师，然后他做见证人。那在那前一天呢，我们填了一个申请表，就是把护照号码写上啊，然后我们要签字，我们要结婚啊，这样子。当时我们就找了2个 roommate，就是室友，做见证人要有2个，然后就去办结婚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没有跟父母说，就是牧师的家里面。牧师的家里面，对，然后他这个认证完了，可以给你一个结婚证，这个结婚证是加拿大的结婚证，在法律上是有效的。是的。OK， 这个非常的神奇。第一次来加拿大，有没有计划待多久和做什么？完全没有计划。完全没有计划。对。我就是需要车，所以我就开了附近人，然后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。觉得大家都是玩玩嘛，附近人是什么？然后我就告诉他的名字啊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我就回国了，因为我也不觉得要为了什么而跟谁在一起吧。我回国之后呢，现在的老公就回国找我了，真正谈恋爱就20天左右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那你来加拿大跟我结婚吧。其实呢，这个时候，这个结婚是我提的。我觉得我经历过渣男之后，我不想浪费时间了。如果我觉得，哎，你要跟我在一起，你很爱我，我们就应该结婚。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解决，而不是说，白浪费白嫖一个女生什么10几年的时间，几年的时间，我可不要当冤大头。我说，如果你确定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结婚吧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好。但是他叫我来加拿大跟他结婚的时候，我倒是有点怂，我觉得，哎呀，我好像怎么把自己坑进去了呢？不过他说，哎，他会好好对我呀什么的，我当时也没有太信哈，说实话，我就觉得，电视里面都有戒指啊，有鲜花呀才可以结婚，要不你去买的话，我就跟你结婚吧，我就过来跟他结婚了。所以他当时也还是学签转工签的一个状态，他没有加拿大的身份，所以他当时的经济情况你了解吗？完全不了解。完全不了解，所以可以说是他用花言巧语把你骗到了加拿大跟他领证，但是这个结婚是你提的，所以也不能说是他骗这个你说的很对，应该是我花言巧语把他骗到手了。我觉得他是一个绝世好老公，这个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你当时还是很不了解他的，这个是之后你发现捡到宝了。对。那这个婚后生活是怎么样发觉？哎，这个男人是一个很好的人的。其实发觉一个男的是不是好人呢？其实还要看自己。我觉得我遇到他之后呢，我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优秀。那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对的。同样的，他也觉得遇到我之后，他有变得越来越好。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吧，就是很多爱情呢，他们说，经不起这个柴米油盐。但是我觉得爱情就在柴米油盐里面。就比如说我的老公呢，我们现在有孩子了，每天都要送孩子上学。那我喜欢睡懒觉，我9点上班，我就会8点55起来，然后开电脑，我就算上班了。他都会提前早点起来，把孩子也送走，然后去上班。那这段就是让我多睡一会儿，那我心里也觉得我老公付出的是很多的，这种柴米油盐才是爱吧。我得说，这种幸福美满的婚姻在当代年轻人生活中是比较罕见的，甚至说大部分人可能不会选择走上婚姻这一条路。当时你们这么决绝的就闪婚，有没有哪里觉得自己想法跟别人不一样的呢？这样问我还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包括我结婚的时候没有跟父母说，他也没有跟父母讲，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后面呢，我妈妈爸爸也知道了我们结婚了嘛，每次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妈妈都会很骄傲，她说我女儿去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，我女儿在大街上跳一个男的都是绝世好老公，就是她很以此为骄傲。而且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就是幸运本体。我听到一个信息，您的家庭教育是不是一路上一直以来对你是比较支持的？
就是我感觉到可能朝鲜族和汉族有一点不同之处，有没有？很大的不同之处。我现在呢很喜欢画画，就是家里面有很多都是我自己画的画。我后来无意当中想到，哎，我为什么会就是很喜欢画画呢？也没有去学过，为什么还是很喜欢？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，我每次画画的时候呢，我的爸爸妈妈都会说，就好好看呐，很棒啊！我女儿长大了可能是要当画家的，就是很多的这种鼓励，所以我可能这是一个原因吧，我喜欢画画的原因。我要去做尝试的时候，包括我的老公、我的父母也都是，哎呀，你一定可以，你做什么都可以。我觉得这是特别幸运的地方，就是我在三亚读书的时候，我也遇到过很多同学，就是在大学里面就谈恋爱呀，然后花家里的生活费啊这样子。我正是因为家里出不了这个钱，我要自己去赚钱去供自己上大学。那我在大学里面我也去找高尔夫球场捡球啊，然后因为我本身会韩语嘛，然后也去做翻译啊，只要我能来钱的我都要赚才可以上大学。我家没有那么富裕，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事情。你们一开始在温哥华工作，那之后为什么想搬来现在的卡尔加里呢？我们是在温哥华想要转移民，然后呢没转成，因为他的那个移民通道关了，然后他就被一个移民中介给骗了。我老公当时就是遇到这个然后就说来卡尔加里可以帮他找工作，然后办移民。那我和我老公就过来了，也不算真正的骗吧，因为最终的移民还是下来了，只是移民之路是很困难的。就刚开始我和我老公住的是地下室，然后地下室的其中一间。这个工作是移民中介帮你们找的，还是你们自己找的？中介帮我们找的。当时我老公的工作就是要晚上7点到早上7点的工作，就 overnight，然后12个小时。不过现在如果让我每次我想起那段经历的时候呢，很辛苦，但是没有任何辛苦，我觉得很幸福。对，每次想到那个时候，我老公眼睛里面、心里面满满都是我，然后我也会给他准备惊喜。他晚班，我晚上就会给他准备吃的。每次想到那段经历，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幸运，然后特别幸福。那为什么要说中介把你们骗了呢？这个部分是中介把我们骗了的意思是，他其实那个工作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的好，而且他给我们做的文件也并不好。那能说一下您在加拿大这个要小孩的想法？你这样一问，我觉得我的人生都是比较稀里糊涂的，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安全措施做得很好，但是呢，就一次没有计划，就是对，然后就当时也是很慌张，然后我老公就说：“那我们就认真生了吧。”对，然后就生了。当时来卡尔加里了吗？对，当时在卡尔加里还没有拿到移民。我的儿子是8月份出生嘛，我们是刚好4月份的时候拿到移民。所以4月之前我都是挺慌的，就是挺紧张的。我们其实3年之前孩子2岁的时候有去回过国呢，也去看一下两方的家人。那相处之后呢，我回来的时候就把我老公的家人呐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亲朋好友全部拉黑删掉了。那他们希望的是我放弃一切，放弃工作来照顾他们的家，安排我和我老公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，就是方便我照顾爷爷奶奶，也省了这个保姆的费用。可是我的人生，我不愿意为谁而活。那我相信我父母也不想说，辛苦把我养大是为别人而活吧。所以我当时就果断回来了。回来的时候我就把他的家人全都拉黑删掉了。价值观不一样嘛，就是大家没有必要装，我也没有必要怎么样。虽然您在人生大事常常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计划，但是遇到这种别人想要左右你的选择的时候，你还是会果断的为自己把控方向的。对。本期节目的赞助是没有赞助，但我仍然可以为自己打广告。如果你人在卡尔加里甚至阿尔伯塔有小型视频制作需求，都欢迎来找我们。
我们有人有设备，高效且收费合理，详情请联系这个邮箱。好的，回到视频。我的公公就是我老公的爸爸，对我是有偏见的，因为我们是闪婚嘛，他觉得我肯定是图什么图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哈，但是可能是觉得我是有心机或者图什么东西。我发现这个东西我就很难去证明我不是的，但是我后来反而我换个角度，我可能会更加好一点。比如说我真的是图什么图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起移民，可以一起拿身份，那这个应该是图的。可是这个是第一顺位吗？也不是，因为如果是图身份的话，可能就跟有身份的人结婚了。所以我觉得结婚这个事情可能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，但是最大的因素呢，就是上头然后刚好我很幸运遇到了绝世好老公这样子。您对您老婆有什么看法？您觉得她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吗？幸运不幸这个看心态，没有说绝对的幸运，只是他心态是很正面的一个态度，一直在生活上的事情上面，他看到很多事情都是正面的，但是就是在我旁观者的角度看来，也有不幸运，也有就是比较不开心的状态的时候，但是他的记忆当中好像都只记得那些幸运的事情，心态比较好。对。当时很打动我的一点就是，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还没有在谈恋爱，在一个公园里面去玩秋千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小时候他跟他父母的这个相处模式，然后就是对于家庭的这个向往还有对于家庭这个付出程度，就有点让我打动到我了。过去这10年来嘛，生活也是从没有那么好的时候租房子住地下室开始，到现在自己有自己的地方住，但是一直以来他对我的这个态度这种状态都是很积极向上的，这方面是我自己从小长大的家庭范围里面是没有的，都是比较你做对的事情我不用跟你说，你做错了才可以点出来，但是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，对，这个给我提供了很大的能量。说实话，现在看起来我只看到了当时2逼的样子，我没有觉得自己当时有多厉害，只是真的就是很幸运，我不知道如何形容。包括我现在，我觉得就是干什么成什么，就很幸运。就我的工作原来不是当客服吗？然后我当时呢，工作就是要满2年才可以拿公司 match up 的 RASP，就是那个退休基金。所以我想，那我也再满2个月，我就满2年可以取1万块钱了。我就想随便在内部找一下吧，然后呢，我又想内部找一下，training 结束2个月一过，我就不干了。然后结果呢，我就是在家门口这边5分钟的距离，我就找到了这个工作。然后一进去之后呢，他就说，你再干到3月份，你去年的 bonus 1000多块钱你就可以拿到。我就说，那我就再浑噩1个月吧。然后做到3月份，他说你做到4月份，你就可以放个年假10天。我想那我就去墨西哥玩吧，我就这个现在就是在墨西哥捡的那个贝壳，然后我就去玩了。完了之后回来呢，他说我的工资翻了4倍，就是我相当于。这个就不要剪进去啊！就是我相当于我现在干1个月，相当于我以前卖包卖1年，就在Coach那个店里面。我觉得这个很好，很适合放进去。有点招人恨，我觉得。我并不是那种我要努力干活，钱。我的心态就是你让我努力干，多给我钱，那我宁愿不要钱，我也不要努力。我说我的梦想就是，我觉得我没有钱，我也活得很好。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 homeless， 就是把房子卖了，然后花个10年20年，然后再把第2套房子卖了，再花个10年20年，然后我就可以死掉了，就是刚刚好。我不想努力，我也不，我觉得努力从我的身上，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好事，我不愿意努力。我跟我老公也说，只要你哪一天不想干了，我这个工作就随时可以辞掉，我听你的，我们就当流浪汉，我也会很开心。
我是一个满足感很强的人，然后我小时候是我外婆带大的，我的外婆呢就是眼里有光，就是很小的事情她可以看到美好的事物。我的办公室呢有我爸爸在9岁的时候给我写的一段话：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这个9岁的时候我还不会说汉语，我觉得这个心态是比较重要的。包括我对我的孩子，我从来不激娃，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喜欢什么就不做什么。遇到任何事情你不要害怕，这个是我觉得我的幸运体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吧。我刚开始不会说汉语，需要学那我就学，来到这里我需要学英文，那我就学，没有什么是我要去害怕或者担心的。那我跟我的老公的家人不和，那就删掉拉黑，就这么简单。OK，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人在卡尔加里或者阿尔伯塔，有好的故事想要分享，请也联系这个邮箱。本频道不保证故事的真实性，但请不要太离谱，不要太极端，好吗？我是奶茶旅人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对节目的宝贵意见。See you next time。第一套房子呢也是在 Airdrie， 是一个 townhouse， 但是 free condo fee， 就是那个时候是15年，就是房价最低的时候，那个房子呢就是没人看，就我们一家人看，最后拿到手是23万，就很便宜。现在已经翻了1倍了。那个房子就是3层楼，而且是新房，有车库。这套房子呢是我们2年前买的，买的时候呢是54万多。当时 competing offer 很多，要看的人也很多，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多加了1万块钱，卖家还是说，哎，多加1万的也蛮多的，要不你再多加个5000块钱这样。因为我比较抠门呢，我只加了1000块钱，但是他还是卖给我们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贷款这种条件。全款？不是全款，但是我们贷款很容易，可能别人需要1个月去批，我们可能3天就能批下来了这样子。然后验房也都是1个星期内就可以搞定。那他卖家呢，他比较着急就卖给我们了。